连拳。是连拳，有连，快杀连拳！现在不杀他，等到他身上新的灵魂回路组建完毕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什么？什么新的回路？他现在已经是6度王爵了。西罗在死之前，把身上的灵魂回路都给了他。他选择他做了他的6度使徒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他已经有一套灵魂回路，如果再加上一套新的灵魂回路，他们就会互相排斥，甚至要了他的命。可是你别忘了，6度王爵，他身上的灵魂回路就是可以接近永生的复原，即使排斥，也可以瞬间让他身上排斥的灵魂回路瞬间的被复原。你的意思是，溪流在临死之前，连泉就继承了他的爵位和灵力？没错，他现在身上的灵魂回路等于2条灵魂回路。连泉现在的灵力已经凌驾于我们所有人之上了。这不可能，溪流是不会死的，不可能！就算死了，我才应该是6度王爵，我才是6度使徒啊！我的完美容器，你终于纯净了。我的完美容器，天妖即将复生，到时候世间一定会出现比此刻更美丽的画面。幽冥银尘，齐拉霓虹神音，我代表天阁命令你，立刻绞杀连泉，绝对不能让他离开这里。霓虹，别杀他，不能让风辉死。他就是想死。哥哥。要如何称呼？霓虹，才把故事演出，好让我弃之不唐突。有些
死了我哥哥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我要你们所有人。好大的口气！好啊，正好今天我还没有杀够呢。四度王爵的灵气女神裙摆，果然漂亮，可惜漂亮没用。杀戮这种事情，怎么可以你一个人爽？幽冥，你现在杀不死他，他现在是双生王爵。此刻的他，同时拥有了5度王爵控制灵兽的天赋，6度王爵永生的能力。没错，他现在是玄苍唯一的双生王爵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还是共同进退吧。银尘！林泉，林泉怎么会跟银尘打起来了？幽冥，还有七拉。为什么要跟银尘交手啊？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？如果要阻止我的话，不如加入他们。如果你要杀，算我一个。幽花，我要替我哥哥报仇，与你们无关。当然和我有关。永生王爵溪流就是我的父亲。本来我终于有可以见到我父亲的机会，却被你夺走了。我要报仇！
如果你要报仇，那就来呀！你这个小偷，刽子手！连泉，你这是在炫耀吗？炫耀从我这夺走的一切吗？好了，停手，诱惑！想要救姐妹，就跟我走。他的灵魂回路在出现排斥反应，现在是杀他的最好时机。林晨，整个战争，银尘一直在我们这里，为什么现在会突然倒戈？来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他说，想要救吉美，就跟我走。吉美，银尘的王爵还活着。那银尘呢？你真的可以带我找到吉美吗？你刚成为双生王爵，2套天赋，2套灵魂回路，这2种灵力都需要磨合，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吧。我的王爵，终于有线索可以找到你了。多亏了七拉的棋子，才让那些失控的灵兽没有闯入雷恩城。3度王爵果真不会让人失望，不然白银祭司怎么会舍不得惩罚你呢7度王爵和叛徒已经走了，看来下一个红血总该是银尘了吧？走吧，我先带你去一个疗伤的好地方。没想到我现在连杀死一个小使徒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这场战争远远还没有结束，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？你还不至于这么着急。银尘不会是叛徒的，我们必须在他们之前找到银尘，这样也好让你了解到连泉跟你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六度王爵的身份是我的，是我的王爵和我的母亲留给我的。你的王爵和你的母亲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母亲也是我的父亲六度王爵的使徒。我的母亲在生我的时候不幸难产，所以我的身体里只有我母亲的半套灵魂回路。但当我母亲死去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又突然无缘无故的失踪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，我的王爵。连泉，连泉，他是个刽子手，他是个小偷，他偷走了我的一切，他杀了我父亲，他还偷走了我王爵的身份。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有话，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，可连泉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先把事情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先找到他好吗？云晨，你恢复得很快。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帮助我。是六度王爵永生的天赋，它是属于你的。我已经能感受到你身上所拥有的强大灵力。既然你已经恢复了，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你想不想听一听，在永生岛上，溪流都跟我说了什么？除了白银祭司真身的秘密之外，我哥哥在深渊回廊碰到了一个白衣少年，他让哥哥去找一个人。是一度王爵极美吗？当年的那场战争，虽然我跟哥哥没有亲身经历，但是可想而知，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。可是哥哥做了很多调查，似乎这段历史被人刻意抹掉了，没有人知道极美的下落，是生是死。极美还活着，囚禁极美的监狱就是我的肉身。
这就是你所说的使命。是的，任何一个能够囚禁强大灵术师的地方，除了需要物理条件上的密闭空间、坚不可摧的四壁之外，都必须以一个具有强力灵力的事物作为封印，否则一些强大的灵术师，就算你把他囚禁在大洋之底，或者是铜墙铁壁中间，他依然能够逃脱。任何具有强大灵力的东西，比如灵气或者灵兽等等，作为封印的事物越强大，那么这个囚禁之地就越难被破坏。所以他们选中了你，6度永生王爵，因为只有你才有源源不断的灵力保护这个封印。是，我可以将自己制作成为一个和岛屿融为一体、永生不死的监狱，这样有效的囚禁时间就几乎接近了永恒。可听了你告诉我的真相，我在想，这个活体封印是否值得？永生王爵，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明白，为什么白银祭司突然给出了极美叛变玄苍，又下了红讯追杀的命令。当时的情况，仿佛着了魔似的，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。在这囚禁极美的诸多年里，我一直在回忆着我认识的极美，仔细地寻找她可能会背叛玄苍的理由。所以正如白衣少年所说，只有极美才能拯救玄苍。什么事啊？白银祭司有令，极美叛变。极美叛变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小心一点，真的不用我陪你吗？别人都有使徒陪着呀。你怀有身孕，就乖乖在家等我好了。照顾好我们的孩子，等我回来。都到齐了吗？是的，从2度王爵到7度王爵，都到齐了。诛杀极美及其使徒。6度王爵溪流，你的能力是永生。若到关键时候，需要用你的灵力封印住极美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这关乎到玄苍的安危，也关系到你即将出生的孩子。是，白银祭司。
你怎么样？我能怎么样啊？倒是你应该想想，你的王爵为什么会带着连泉那个女人跑了？我的王爵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他跟连泉一定有重要的事情。随便你喽，那你就去找应琛啊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。陪我出去走走吧。我对水元素的操纵，说的不好听一点，我们家里的灵术师都能超过我，我比其他使徒差远了。只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的王爵啊。都是因为连泉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就不会连我父亲最后一面都见不着。油花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你了解连泉的性格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麒麟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帮连泉辩解一句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陌路人。我油花发誓，无论是走到天涯还是海角，我都一定会找到连泉，并且杀了他。看来找到连泉了，走。火体封印。谁能想得到，囚禁集美的监狱竟然是活生生的永生王爵。我哥告诉了我白银祭司的秘密，他们只不过是原始天妖的12个分身罢了，根本不是什么天神。所谓的天神，不过是掩饰丑恶灵魂的说法。至于集美被猎杀的真相，我哥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只有集美才能够拯救玄苍。集美，她非常强大，白银祭司赋予集美的灵魂回路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灵路。但同时，这也是白银祭司的失败，因为他们亲手创造出一种凌驾于所有现存的、接近神级的灵魂回路，甚至连白银祭司自己都没有把握是否能够压制得了的灵魂回路。所以，在他们创造出这个1度王爵的同时，为他准备了一个监狱。溪流，没错，以防万一有一天无法控制集美，用溪流封印他。但是，一个突发事件让白银祭司不得不提前实施计划。什么事？集美竟然得到了灵气，审判之轮。审判之轮。这里是溪流。想不到吧？它曾是那场战役最至关重要的一道关卡。
现在却落得这个下场。现在我们想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。猎杀极美，真的是最难忘的战役。拥有4项极限这么可怕的天赋，还有审判之轮这种逆天的灵气，被猎杀也不足为奇。是啊，审判之轮拥有12把神剑和12种不同的力量，的确是最强大的灵气了。它没有属性，又或者说它拥有所有的属性，但是却不属于任何一种属性。极美的4项极限天赋也是如此，不受任何局限，所以才可以召唤出审判之轮。说不定是命运的选择开了玩笑呢，也许是审判之轮选择了他。如果我可以拥有审判之轮，那么说不定也可以成为玄苍最强大的存在。怎么，强大的力量又激发你嗜血的冲动了吧？差点忘了，我们刚刚经历一场恶战。极美的灵魂回路，原本就是让白银祭司难以控制的恐怖回路。得到审判之轮的极美，在实力上是有可能在白银祭司之上的。我是天之使徒时使用的灵气，也有审判之轮的特质，兼顾4项。兼顾4项，只不过当时的灵气是以防御为主，并没有任何的杀伤性。成为7度王爵之后，因为无限灵气同调的天赋，并没有失去它。看来土元灵术可以解开这道谜题。王爵，你竟然会土元灵术！4项极限，我本以为再也不会用到这个天赋。所以，在祖金的墓里，你才能用灵气解开土元力量的机关。我的灵气还未到审判之轮1层的能力，他就已经达到这种地步，可想而知，审判之轮的能力是无穷尽的。也正是因为审判之轮断送了白银祭司控制极美最后的希望，所以他们才要追杀极美。而祖金得知极美被追杀，他也无能为力。祖金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知道无能为力，所以刻意留下线索。线索？让我们去发现。极美，我要去找极美，我现在就要救她出来。等等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他们既然已经走了，就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的找到他们。金鸟确实已经感知到了，他们应该就在附近。你看，是莲。
这是什么？是他留下的。往这边走。你不是说过景美被囚禁在永生岛上面吗？我要再回去。刚才离开的太匆忙，也许麒麟还在那儿。我知道，你担心麒麟，也想更快救出极美。可是囚禁极美的地方有很多层，每一层都截然不同。像是地狱，要经过一层一层的试炼。你去过灵冢吧？在灵冢的底部蛰伏着上古灵兽，祝福，那是第一关。第2层，我们之前去过。没错。第2层叫图尔遗迹，它的位置在灵冢的正下方。要穿过祝福到最深的底处。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，现在明白了，那些在里面的亡灵不是在守护着什么，而是为了囚禁并镇压极美。那第3层呢？第3层，就是囚禁极美的地方。溪流告诉我，对于灵术师来说，那里才……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，现在明白了，那些在里面的亡灵不是在守护着什么，而是为了囚禁并镇压极美。那第3层呢？第3层，就是囚禁极美的地方。溪流告诉我，对于灵术师来说，那里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。麒麟，麒麟怎么会走到这儿？是我引他们过来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希望不做任何解释就一走了之，更不希望产生任何的误会。毕竟，我们曾经是同生共死的伙伴。这几天，我故意冷落麒麟，就是为了让他对我死心。你大可以继续告诉麒麟，在寻找极美的路上不需要这么多人。可是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事实的真相。真相？而我自己也欠幽花一个解释。王权，幽花，你干什么？幽花，你真的要跟我决一死战吗？你是个小偷，你偷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，我要杀了你！你现在的灵魂回路流动明显受阻，天赋也受到了损伤。就算你再嘴硬，你心里也很清楚，你是做不出永生之阵的。你闭嘴！你不配对我指指点点的。把我的王权还给我！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幽花，
我在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要跟我决斗吗？无论如何，我现在是6度王爵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你杀了他，你把我最重要的6度王爵抢走，那我就杀了你，把他夺回来。我没有杀溪流，你从你母亲那里，也就是曾经的6度使徒那儿，继承了灵魂回路。你父亲去世之后，于情于理，你应该是6度王爵的唯一继承者。可是当时情况复杂，你父亲也是冒险，把他的灵魂回路赐予了我。你告诉他的。我跟你发过誓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是你父亲溪流告诉我的。他为了帮助我逃离雷亚和幽冥的猎杀，才把这套灵路给了我。在他赐印之前，你父亲溪流让我答应他一个条件。我警告你，你不配提到他的名字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放马过来。如果我不提你，杀了我好了。这是他们之间的事，必须让他们自己面对才能了结。幽花，你是没有办法伤我的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一定要杀了你。即便你真的要杀我，我们有相同的回路，你会情不自禁的要靠近我。你胡说！好，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你还有什么招数吗？你可以不要再费功夫，要杀就杀，只有死了以后，我才可以重新永远见到我的父亲母亲。父亲，母亲，等我。幽花，我的女儿。父亲。溪流让我转告你，这套回路本就应该属于你。父亲他还让我发誓，如果我得到这套回路，
一定要替他守护你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，虽然这次没有见到你，但这套回路将永远能让你们之间有所关联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偏偏是你？无论你做什么，我只有杀了你，才能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大可以尽情的复仇，但从今往后，只要你做我一天的使徒，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保护你。王爵，你一定要去找吉美吗？我在抵抗白银祭司的时候，明显的感觉到一股温暖的灵力在我体内觉醒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知道的是，自从你赐给我绝印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注定不会分开。这就是黄金壁垒。是你赐给我的吗？不是，是吉美。吉美透过我传给你的。身为完美容器，可以承载黄金壁垒巨大的力量，而不被其摧毁。看来王爵早已预料到这一切，提前安排好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跟上吧。连泉这个女人真的是太可怕了，她可以瞬间将所有的灵兽全部向我袭来。更可恨的是那个溪流，他竟然无条件的把永生的天赋传授给他。他现在就是一个怪物，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你我本来已经是玄苍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怪物，可是现在又出现一个几乎不会死的双生王爵连泉，还有一个倒戈的银尘。细数下来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站在了白银祭司的对面。看来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个玄苍最精通灵力的王爵是不会轻易放弃，毕竟对手越强，较量起来才更有意思。我一点也不害怕，我甚至一想到接下来面对的杀戮可能让我丧命，我就兴奋不已。我突然想到，为了迎接这即将到来的杀戮，应该送你一份礼物。
就在左侧小腹的上方。没想到你这么残忍，竟然可以献出自己的使徒。现在，我还真舍不得摧毁他的绝艺啊！他竟然要把自己的使徒牺牲掉，来增加幽冥的灵力。霓虹，为了重要的人变得更强大，有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，懂了吗？住手！霓虹，你不听我的话了吗？霓虹，霓虹，你醒醒！你竟然敢背叛自己的王爵！霓虹，这才是我的使徒。当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将会变得无比强大，我很期待。多么完美的杀戮对象啊！只属于我的杀戮对象。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，也算是收下了。真是越来越讨厌你和你的使徒了。灵冢是通往囚禁之地的必经之路，但是灵冢只能在获取灵气时进入一次。那按道理来说，我们就没法再进去了，是吗？现在情况看来，当初白银祭司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禁止让大家接触极美。所以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哎，你们还记得灵冢里那颗棋子吗？什么棋子啊？就是可以出来的那颗棋子啊。所以，希拉不止一次去过灵冢。没错，我认为灵冢是一个可以不通过棋子也能到达的地方，只是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罢了。灵冢里的棋子并不对称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只是我的感觉，
一定还有其他方法进入灵种。可是我们都不知道灵种在哪儿，怎么找方法呢？我明白了，我之前在灵种里就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是穹顶，水幕状的穹顶。难怪我总感觉它在深海之下。没错，就是在水底，这就是溪流为什么要在这里化生成永生岛屿的原因。所以，灵种就在永生岛的海底之下。可是海水这么深，我们要怎么下去啊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他带我们去。是。他怎么带我们下去啊？我们躲进他的嘴里啊！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接下来有一场硬仗。好的。之前来到灵种，原本应该带我们离开灵种的棋子，却把我们带到了图尔遗迹。如果棋子没有改变，我们可以利用那枚棋子绕过祝福，直接通往图尔遗迹。双生王爵，我现在很难想象你未知的能力。那是靠牺牲2个王爵换来的。油花，天泉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怎么回事？你确定是这颗棋子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他们当时选择了这个，而我选择了这个，这2个都通向图尔遗迹。2枚棋子都失效了，他们彻底地封锁了去图尔遗迹的路。这么一来，通往下一层只剩下唯一的办法。你是指杀掉祝福吗？连泉，虽然你现在是双生王爵，但以我们2人的灵力，是不可能杀掉上古4大灵兽祝福的。是啊，可如果我们不杀掉祝福的话，我们该怎么下去啊？难道你忘了上一次？之前的我可能没有把握，但现在我有一个好办法。第一次到灵种的时候，我试图用我的天赋控制祝福，可是我的灵力在祝福的面前完全没有用。然而现在，我已经成了5度王爵。也许我的天赋无法完全控制它，但是我可以让它严重低估，甚至无法察觉我们的存在。我们需要做的是，把我们的灵力隐藏到最低。我可以用我的天赋让它误以为我们是小飞虫之类的生物，然后我们缓慢地从它的身体缝隙穿过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就算你这个办法真的可以骗过他，可我们也必须用灵力释放灵兽，然后飞下去啊！只靠徒手攀爬的话，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这个部分就交给我吧。
我有一件灵器，叫做云诀，它可以带着我们从空中慢慢的下沉。虽然灵气会散发灵力，但是整个灵种里数以万计的灵气都散发着灵力。突然多了一件，祝福并不会察觉有什么异样。如果你的催眠失败了怎么办？我们走到这一步，已经不容许我们失败了。也许，在冥冥之中，注定我们终将营救吉美。白银祭司囚禁他的时候，一定没有想到，在营救者中会有我这样一个拥有催眠灵兽天赋的王爵，还有你的天赋，无限灵气同调。这一切，也许就是神意吧。王爵，那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呀？保持安静。这就是云诀，它可以在空中制造大量的云，从而降雨。就灵气本身，因为它是云，所以可以漂浮着。大概连白银祭司都不知道你收了那么多灵气，让你屈居7度王爵，真是低估了你。我一直都认为我的王爵是最厉害的呀。管好你自己。我们已经到了祝福能感应到的地方，赶紧收起灵力。成功了！林泉，是的，我们活着出来了。你辛苦了，若不是你，我们无法到达这里。没错，没想到你的灵力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。好了，别打扰他了，让他好好恢复吧。托尔遗迹这么大，我们到哪儿找通往下一层的入口啊？这前面都是亡灵的残茧，我们不能分散去找。没错，这里有些奇怪。
谁啊？格兰仕。格兰仕是谁啊？上一任1度王爵极美的地之使徒格兰仕，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已经……格兰仕，你一直在土耳其。上次把你打伤之后，我以为你……我没有死。自从雾隐绿岛遭劫之后，你被白银祭司带走，我也被祖金王救了下来。因为开启过黑暗形态，所以我平时必须待在这个毫无生气的遗迹中休养生息，以保持人形。平时你也知道，我奉祖金王之命保护他的长子央泽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相认？我们的王爵已经不在了。我为了完成他跟祖金王的约定，后来因为你的使徒就是完美容器，所以我不得不跟你对立。我怎么会跟你对立呢？不用再说了，我懂。王爵，之前在土耳其救我的黑袍子就是他。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感谢你，谢谢你。还是谢谢你的王爵吧，都是我欠他的。央泽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没有能够守护的人了。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呢？我们是来救极美的。你是说，我们的王爵还活着？没错，格兰仕，极美没有死，极美被白银祭司囚禁在土耳其之下。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们的王爵还活着，被囚禁在这土耳其之下。格兰仕，我们一起去找极美。我们现在在找囚禁之地的入口，你知道在哪吗？那是我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。我相信入口就在那儿。王爵，我们一路杀过去吧。不行，连泉他有永生王爵的天赋，可是刚才在催眠祝福的时候消耗过多的灵力。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大战一场，恐怕救极美的胜算又会少了很多。你们保护连泉，亡灵的部分交给我。格兰仕，格兰仕，
银尘，你为我带来了这些年最好的消息，让我为王爵做些什么吧。不要，格兰仕，不要，千万别做傻事啊！不要啊！在我脊椎之上烙下银色的信仰，我千般的不解拼凑成你的模样。当我从书为你残存的念想，何去何往的如你结成了霜，由我东藏安放。格兰仕，命运灵动，必有计划。格兰仕，格兰仕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？你怎么这么傻？对我来说，这是我最幸福的事儿。银尘，我能做的，就是为你们打开图尔遗迹的通道，为你们营救王爵扫清一道障碍。你曾经说过不怪我，可我还是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我不要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不要对不起，我不会原谅你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，格兰仕。银尘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我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。格兰仕，再帮我做最后一件事吧。麒麟，你身体里有黄金壁垒，是吉美透过我传给你的。记住，战斗下去，你是打败白银祭司唯一的希望。你干嘛说这个？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那3个字吗？对不起。没错，我要去救吉美，可能很快，也可能很久。我在你身边的这段日子，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做到一切的。